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不自保易受伤，太自保易计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就会很容易受到伤害但是过度保护自己呢，就会活得很紧张，而事事会计较。一个人如果凡事都委曲求全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说什么都接受最后往往会造成自己呢伤痕累累身心俱疲甚至呢边做边抱怨那虽然说委曲求全、百依百顺也是一种宽容的修为但是如果过头了就变成人云亦云、盲从附和那这样做人处事也不会圆满甚至会障碍偏多。所以太自保跟不自保两个之间也是要拿捏得宜否则会过犹不及那所谓自保是包括保护自己的身心，保护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的原则，还要有自己的政治正见跟立场等等例如呢，遇到诈骗呢，要懂得提高警觉，要懂得判断那也要懂得拒绝那遇到不合理的要求呢，要懂得说不服务人群虽然是好事但情况不允许的时候，也是要懂得说 no 还有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被伤害的跟霸凌的环境之中以上这些都属于健康的自保然而如果自保过了头，也可能变成什么怕吃亏啦，怕被利用啦，怕付出没有回报啦，对别人的话或一个动作呢都很敏感啦，那这样就会活得很辛苦。为什么说太过自保容易计较呢？因为一个人如果过度保护自己做起事来他往往会先想到怎么都是我在付出呢？他是不是在占我便宜或这样对我不公平他们是不是在排斥我等等。那有这样子敏感的心态呢，就会让自己的心量越来越小，就会越来越爱计较那人际关系呢容易变得紧张这个就像刺猬那个动物刺猬一样完全没有刺的话，它就没办法保护自己，而让自己容易受伤，甚至被吃掉但如果全身的刺都一直是竖立起来的，保持那个紧张状态的，那这样子生活也会不自在动物是这样，人也不例外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有刺，但是不会乱刺人需要的时候可以保护自己，那不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柔软去待人因此呢，保护自己跟与人计较，其实就在一线之隔这个就好像棒球比赛的高飞球跟全垒打也是一墙之隔不是吗？过了墙就得分不过墙就可能就被接杀出局了，对不对？那生活中往往会有一些情况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明明知道对方是没有信用以后就不再借他钱了，那这个是懂得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一直念念不忘他以前跟我借钱没还一直念这个事情，那这样就变成在计较了那或者有人批评我们呢，我们虚心检讨该改就改不要找理由硬凹啦，这个是智慧。同理，遇到对方无理取闹、刻意诽谤，我们也不必照单全收也不必自己对号入座这个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如果一直想说他凭什么这样子讲我呢他背后为什么这样子讲我呢他为什么这样不可理喻呢？心里如果一直这样想就会越想越气即使你表面上忍住不生气但是回家以后或心里面常常生闷气，以修行角度来讲这样也是一种习气这样就是变成了计较的心态了嘛上周日的读书会，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对己观自在，对人观世音
其实也是这样的道理。对己观自在啊，就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嘛，不要过度的委屈自己，也不必过度的苛责自己，甚至要懂得善待自己。那这样就是一种保护自己啊。相反的，很会原谅自己、纵容自己，这样也不对啊。那对人观世音就是在什么？提醒我们跟人家交往的时候，多一份同理跟包容啊，少一份计较跟对立啊。虽然说对人慈悲是好事一桩啦，但慈悲不等于忽略自己哦，更不等于牺牲自己哦。很会照顾别人，但却不懂得照顾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不懂得保护自己啦。有一次呢，我跟一位70多岁的朋友呢一起搭台北的捷运哈，那我们坐在一起嘛。那这位朋友呢，他体弱多病，那走起路来也是不稳偏偏他又不拿拐杖。不过呢，这位朋友呢，却是很有爱心的，很喜欢帮助别人。那捷运到了某一站之后呢，一位也是70多岁的老人家上来了。那我这位朋友呢，他看到他马上就起来要让座给这个人了。那我一时受到惊吓，因为这位朋友自己都站不稳了嘛，怎么可能让位给别人？要让位也是由我来让才对啊，对不对？于是呢，当下我也同步站起来啊，他站起来，我马上跟着站起来。结果这位上车的老人家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呢，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了。那我们2个人看到他的背影呢，那这个人是什么？腰杆挺直啊，健步如飞啊。虽然他看起来是70几岁了，没错，看得出来那个年龄的。那我坐下来之后，我一直在想啊，如果这位老朋友我旁边这位朋友啦，如果是自己一个人搭车或者搭捷运呢，那这样让位的思维跟做法，实在很令人担心呢，对不对？帮助别人是好事啊，但是如果助人的当下会让自己陷入危机跟风险之中，那这个实在是有待商榷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不懂得保护自己啦。这样说来呢，那不自保跟太自保，那怎么找出它的平衡点呢？这个平衡点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保护自己是为了不让自己受伤，放下计较是为了不让伤口一直存在这个就是它的 guideline 它的那个界限那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会设立界限但他不会筑起高墙这个意义不一样他会懂得保护自己，但是他不会封闭自己，这就是一线之隔嘛。先安顿好自己，才有能力去推己及人关怀别人跟协助别人嘛。这个有先后的次序的，不能颠倒，也不能偏差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也是一种自保，而且是一种比较高层次的自保。心安理得跟问心无愧所保护的不是利益、面子或者得失而是保护自己的良知跟人格我们可以这样讲低层次的自保就是怕吃亏啦，怕被占便宜啦，怕失去什么啦等等因此这样的自保很容易造成斤斤计较啦。那高层次的自保就不一样高层次的自保是什么？守住自己的原则，守住善念，守住良心，守住我们的底线等等，甚至坚守道心，不让道心停退，这个也是学佛上的自保，叫做以法护身以前我在新马承担执行长的时候呢，除了会务之外也需要处理很多志工或行政同仁的这些人事问题所以深深体会呢，做事容易做人难的道理你稍微保护了 A， 就会让 B 感到不公平你稍微迁就了 B， 就会让 A 呢感到不被关爱。因此呢，要做到面面俱到、左右逢源实在是不简单然而事情也不能摆烂而不处理有时候我们虽然可以选择有所不为，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静观其变，但有时候情况特殊你必须当机立断不能延误
以免影响大局啊。那这个时候，你必须站在以大局为重的这个立场上呢，以无私跟公正的信念呢来做出决定。而这样的决定做出来之后呢，还是很可能会造成某一方或某些人的不舒服啊。那这怎么办呢？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保护自己的尚方宝剑就是一句话：心安理得，问心无愧。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哈。只要自己是无私跟公正，那么这些志工们也都能你心知我心，而彼此知心相契，云龙无碍啊。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来修行的嘛，那就都很容易善结了，也很容易达到共识了哈。所以这一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也是我在做人处事问题时候的座右铭啊，也是我的自保之道啦。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呐。哪人尽如人意的意思是说，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尽相同啊，所以对事情的解读也会有所差异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但求无愧我心的意思是说，既然人人的观点不一样，那只好要求自己，要求什么？自己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这样至少让自己立足稳固，屹立不摇啊！对啊，所以才说心安理得是最好的自保，问心无愧是最好的支柱啊！自己先做到，让人家没话讲，人家自然不会讲我们。人家如果要讲我们，至少我们能够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呐，然后一切放下。有机会解释就用心解释，解释个清楚。没机会解释就一切随缘啊，日久见人心嘛，对不对？也不必去辩解啦，因为即使有是非、有误解，是非也是以不辩为解脱之道啊。那这样也是一种自保啊。相反的，如果人家一句话，那我们就对号入座，闻声起舞，甚至放在心中的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啊。这样就是把别人的声音变成自己的回音了。那最可怕的是什么？回音回荡久了，恶化成为魔音啊！这个时候魔音传脑啊，那就收拾困难的啦哦。孔子晚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学生，叫做曾子啊，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那曾子对观察一个人也有他独到的见解哦，很值得我们当借鉴哦。他观察一个人呐，这3点是什么？第一个，动容貌，正颜色，出辞气，也就是容貌、脸色跟言辞的意思了啊。那第一个是容貌，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在外貌上叫做什么？法相嘛。第二个是脸色，那对心中有法的人来说呢，表现好脸色就叫做法喜。第3个是言辞啊，心中有正法的人讲出来的话叫做正语，也就是法语。所以法相、法喜、法语这3件事情看起来是表面上的东西，好像是小事情，跟自保好像也扯不上关系。其实不然哦，这些跟自保是息息相关的哦。容貌、脸色、言辞都是从我们内心传达出来的啊，所以跟心念或者心态是息息相关嘛。所以传递出来的时候，给别人的时候，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啊，这3点表面上是在讲礼仪的哈，那其实它也是一种修身养德的自保之道啊，是高层次的什么自我保护啊。我们刚刚前面讲以法护身，就是以正法来保护这个法身啊。所以只要能够心正气盛，心诚意正，心开意解，心宽念诚，那自然就是邪魔不侵嘛，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啦，甚至逆转人生啊。这样当然就是一种自保啦。所以曾子的这句话呢，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呢，都是在向别人呢
表明着我们自己的修养跟心态，也一定会影响别人对我们的观感嘛，是吗？所以，如果声色跟语言上掌握的不好，或太过于轻佻随便，那么不但自己的修养不会进步，做人处事也很容易遭到障碍，同时也很容易引起别人对我们的误会跟反弹。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叫做自身难保。对，同样的道理啊，要做人间活菩萨，你必须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自保而有能力的菩萨嘛，否则就会像台湾话所讲的啊，家己若你攀红金啊，搁你敢看风水，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都背着父母的骨灰坛了，背着父母的骨灰坛了，啊，都不知道要把父母的骨灰坛安放在哪里，却去教人家怎么看风水，怎么去安放他们家人的骨灰坛呢？意思就好像说，自己都不会游泳，却要教人家怎么游泳；自己都不会烹饪，去教人家烹饪，这个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不过话说回来了哈，那些正在帮助人的志工啊，难道他们就没有烦恼跟不开心的时候吗？如果有，那不也是泥菩萨过江吗？那这样怎么去关怀别人、协助别人呢？有这样的疑问呐，对不对？那我们好好来解释一下。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矛盾呐，对不对？你还不是自己有烦恼，还在帮助别人，对自己落难，还要帮人家解难，一样的意思。这个矛盾，对？那我们好好解释一下。真正的修行，并不是等到自己完全没有烦恼了，才开始去利益众生啊。事实上，无论是出家众也好，或者是在家菩萨，几乎都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嘛，还没有成佛啊。对，也是会碰到委屈啊、挫折啊、疲累啊、情绪起伏啊等等，也还有自己的习气要调伏。那差别就在于哪里啊？他们没有因为自己有烦恼就停止去关怀别人，反而在付出当中呢，继续修正自己啊。所以修行不是等到圆满了才开始付出，而是在付出中走向圆满了。好，如果一直想说，等我完全没有烦恼了，我再去帮助别人，或者是说，等我自己完全净化好了，再去净化别人，那这样可能要一辈子等不到，对不对？菩萨道的修行就是什么？边做边学习啊，边走边整队嘛。对，在服务别人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执着，在承担付出中呢，磨练自己的心量啊。那这个也就是证严上人开始说的“做中学，学中觉，觉中悟”的道理啦。所以智慧不是靠思考而得到的哦，是靠实际行动中而增长的啊，叫做对的事情做就对的啦。所以在付出的过程中，烦恼可能还在，但没有让烦恼成为我们停止付出的理由。例如了一位慈济志工啦，他家里可能也有病人需要照顾啊，自己可能也有压力啊，但当他看到灾民受苦，还是愿意去抚慰，走出来去抚慰灾民。这不是他没有苦，而是因为他的悲心大过他的苦啊，所以还是勇敢的走出来付出啊。其实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疗愈自己耶。有些人虽然自己真的受苦当中啊，还照样去陪伴比自己更辛苦的人呢，反而让自己的心慢慢开了，因为看到了比自己更苦的人啊，从而升起了感恩跟知足的心嘛，所以才说见苦知福嘛，道理就是这样子啊。总而言之啦，智慧不是烦恼消失后才得到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承担跟付出中呢，淬炼出来的。当慈悲的力量逐渐增长的时候，烦恼可能未必会立刻消失哦，但是烦恼对我们的束缚肯定会一天一天的减少啦。因为你强他就弱啊，你弱他就强啊，就是非常的奥妙，叫做微妙法。以上所谈的菩萨即使有烦恼，还是继续在付出，其实这是一种什么？
这更高层次的自保啊。先保护好自己，才去帮助别人的，这个是很基本的生存的智慧嘛，这个没有错。但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层次啊，就希望先保护自己，再去协助别人，一直停留在这个层次啊，就很容易变成什么？很会计较得失啦，很害怕受伤啦，所以也不敢付出啦，或只做什么安全范围内的善事。明哲保身啊，对不对？好，菩萨不是没有自保，而是不借着逃避烦恼来保护自己，是在烦恼中来调伏自己的。所以表面上他在帮助别人，其实他是在借势练心，是在提升自己的心智。这个时候的自保，就已经不再是说啊，因为害怕受伤而自保，也不是说哎呀勉强去付出啦。做得很勉强了，而是什么？看到苦，自然想到要付出，很自然的事情，是透过行动在修正自己，把付出当作一种学习的机会了。所以他没有保护自己或不保护自己的念头。那这样子的意境是更上一层楼的自保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不自保易受伤，太自保易计较，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